朱令，一位清华大学的天之娇女，曾站在人生的顶峰，未来本该璀璨夺目。1994年，离奇遭遇她中毒，一场丧失人性的凶案，打破了她的美好人生，真相至今未揭。命运一道无情的枷锁，将她困在无尽的痛苦中，让人心痛至极。2023年末，家人已逝，冤怒未平。老韩带你解读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。大家好，今天呢继续来讲朱八字的干支故事。那今天是来讲第二讲六亲专讲。那之前呢已经通过第一个视频定好了它的时辰啊，其他几个内容呢板块呢将陆续发布啊。那针对一个八字的六亲啊，我们重点去分析什么呢？他的父母怎么去定位啊？我们都知道这个父母呢，他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，他们都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，叫做地球物理系啊。这个地球物理系在这个八字当中有没有可能去体现？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点。第二个呢，也是结合公开的一些信息，有体现出就是朱父母啊，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到北京来去定居，然后一起呢从事科研工作啊。那这种到北京定居从事科研工作的项在原局当中有没有？进而呢通过这样的反推来去判断一下时辰是不是定辛未时更合适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，网上沸沸扬扬在传，就是朱令的父亲啊跟苏雷的父亲啊是有一些世仇。那朱姐姐意外的这种事故，那也是跟世仇有关系。那在这里边我们也要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线索可以去挖掘的啊。所以今天这视频呢就重点来解答这几个问题。那要想解答好这几个问题呢，首先要定好他的这个六亲，尤其是父母到底是谁啊？我们都知道日干甲木就可以当命主自己啊，就可以当朱本身来去看。年月都叫父母宫啊，所以呢年月这个癸水、亥水都是生甲木的啊，都可以看成甲木的印星。那最终以谁来去当他的印星来看是最合适的呢？其实呢，我们通常会用把亥水当做他的母亲来去看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两点。第一点，亥水就是甲木的印星啊，甭管是正印偏印啊，正印偏印都是印。第二点，亥中就藏有甲木啊。如果按照这个藏干来说的话，亥中就藏有甲木，可以看成亥中的这个甲木直接透到日干上来形成的这个命主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亥就相当于母亲的肚子啊。当然了，也可以说这个癸亥这一柱也可以当母亲来看啊，没有问题。那在这里边啊，癸亥如果都当母亲来看的话，母亲会是什么样一个信息呢？母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，因为水啊在这个五行里边它代表的是智慧，对不对？我们定的是辛未时，那辛金能生癸水，这也体现出什么呢？体现出母亲的学历是很高的。为什么学历很高？因为它辛金就是它的学历，那丑呢是辛金的根。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丑就变成了母亲的学校啊，就是癸亥的印库啊，就变成了他的学校。这个学校我们刚说了，它是什么大学呢？中国科技大。科技大这种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，在我们的这个阴阳五行里边，往往都会以什么为代表呢？都是以金水为代表。所以呢，丑作为金库，它上面又顶着癸水，然后年月又都是癸亥水，所以它就是变成了一片金水。那这金水跟那中国科技大这个象就吻合了嘛？那所以母亲其实就用癸亥来去代表啊，这是第一个定位。第二个定位，那就是他的父亲应该怎么定位？因为我们给他定位的是叫癸未时，那换句话说，这时辰一变，他父母的定位就会发生偏差啊。父亲是什么呢？按照食神体系里边来说，通常会以财星当父亲。那我们看到就是年柱啊，尤其是癸丑，这个丑里边藏有己土，是一个财星。那这个未也有一个己土，也是一个财星啊，我们叫正财星啊。同样正财偏财它都是财星，都可以当父亲来看。而且呢，这个年上这个丑啊是在年月父母宫啊，所以这个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年上这个己丑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父亲啊。但是因为它生在辛未时，这辛未时它会改变一切。为什么呢？辛未时
在这里边我会把这个未土就当作父亲来看，为什么呢？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判断的条件，什么条件啊？就是水和火的关系啊。我们都知道水和火它是一组什么呢？一组阴阳的关系啊。水呢是阴的代表，火呢是阳的代表，水火一相融，它就能形成什么呢？形成一个太极。这太极如果转化成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？就是家庭啊。也就是说水和火融到一起，他们就构成了一家子了。构成一家子之后，太极生出鱼眼来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自己的孩子。那他们怎么相互形成的一个鱼眼呢？那亥水变成了这个子水啊，构成了一个地支。未是个木的库，从这木的库里边呢出来一个木，来构成了一个天干，所以生了日柱的这个甲子，所以是这么个关系。所以呢，这个未他就变成了父亲啊。那有人会说了，不对啊，这个未是父亲，但是他没有在年月父母宫啊，是没有在年月父母宫，但是亥水和未它有一个拱合的呀。亥水它是在年月父母宫，它跟父亲这个星是有关联的呀，所以这也是未土当父亲的一个重要条件。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亥和未本身就是拱合的关系，这个合比不合要强很多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把丑土当父亲星来看的话，亥跟丑是什么关系？没有直接的关系啊。但是我们会发现丑中透出个癸水坐在亥上面，丑中也有个透出个癸水坐在年月都是丑啊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亥水它会先跟丑发生一些关系，那之后呢又跟未形成拱合，进而生了这个甲子日主。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看，而且呢还会我们看到丑和未是相冲的关系。这里体现出什么象？体现出他的父亲啊，就是一出现，因为我们定了辛未时嘛，这父亲一出现，他就让这个丑和亥的距离变远了，因为丑一相冲啊，把这个丑就给冲走了。那在这里边，我们通过这样的六亲定位，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信息，什么信息呢？这个父亲的出现啊，就在生日主之前啊，父亲的出现，它是影响着这个母亲可能跟他之前的男友的啊一个关系。那在这里边是通过这个干支组合我们取出来的象是否与事实相符，这个不能做定论啊，大家可以去取这个象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的六亲的一个关系啊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未是父亲，亥是母亲，那他的姐姐是谁啊？姐姐是谁啊？亥中藏有一个甲木啊，那所以亥中这个甲木其实就可以当姐姐来看。亥中藏有甲木就可以当姐姐来看啊。那这姐姐藏在亥中，我们看到丑作为土来说对亥有一个克制，未作为土来说对亥也有一个克制。哎，那这个甲木坐在亥当中是一个长生的状态。长生代表什么？有人也叫长生啊。长生代表什么？长生代表那种气化的状态，就换句话说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。这刚刚出生的孩子他就靠这点亥水来生这个甲木，但是呢年和时两个土都在克亥水，这个甲木很难去生存下去啊。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姐姐啊是在1989年4月份去野三坡春游的时候意外坠崖身亡的。那我们看一下1989年是哪一年？1989年其实是己巳年啊，1989年。这己巳年啊，首先己土就是一个什么？就是一个土啊，巳火会生这个己土，己土就会克这么多的水啊，克这个癸水啊，而且是同性相克啊，克的比较直接。那巳火也会生未土，巳火还要冲这个亥水。我们知道亥水啊，它是甲木的长生啊，亥中的甲木就可以当他的姐姐来看。那亥在12地支里边，它跟戌都居于乾宫，戌乾亥可以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脚，戌乾亥是代表脚，代表足啊。所以呢，巳亥一相冲，它就是什么呢？足下不稳，足下不稳，再加上把这些水又都被克制了，导致呢这亥中这个甲木这个长生，
它是一个什么一个气化的一个状态，直接是什么呢？直接就没有了这种升级啊！你看它是4月份，4月份是什么月份？4月份是尘土月份。而如果按照4月份，如果我们具体不知道哪天啊，我们只能拿这干支来去推测，它实际上是戊辰月，月份又都是土，对不对？戊土和尘土啊，增加土的这个气势。同时，它去的地方是哪儿啊？野三坡啊，野三坡这坡它又是一个土。三是什么？三为离火卦，离卦啊，离火去生这些土，那不就是这巳火去生这个未土吗？进而呢四害相冲啊，导致了它失足落崖，是这么来看的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它不生在辛未时，那你比如说它如果生在这个丙寅时啊、丁卯时，它就没有什么，没有这个未土克亥水的这个组合出现了，姐姐就不会意外身亡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有人会说了，那既然亥中的甲木当姐姐来看，那日主这甲木是什么状态呢？日主的甲木啊，其实它是说在子水上，子水呢是叫做沐浴啊，沐浴的地方，相当于亥水是一个长生，是一个气化的状态，子水沐浴是一个什么？将来孩子在长生位出生了，到沐浴的阶段是什么呢？就给他洗澡了。洗澡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是最没有保护感的了，是不是？最没有被保护的状态了。那我们定辛未时，这个未土它要穿这个子水，这个穿这个子水，它其实体现出的就是克子水。那也就是说，甲木坐在子水上，它是一个被未土穿制的一个状态。那对于甲木日主来说，虽然根气在未里边啊，未可以当成自己，子水也是他的一个坐支啊，这就变成什么呢？子水又是他的印星，印星又代表头，头上就容易受伤啊，头上就容易被损坏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个角度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日主他的头上是容易出问题的啊。这也是为后期这个造成这种身体健康掉头发呀等等的啊，提供了一个信息参考啊。所以这个未和子的关系是这么来看。那进一步，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呢？它是1992年壬申年考入的这个清华大学的物理系。一般来说入学都是9月份入学，对不对？那92年是壬申年，93年是癸酉年，94年呢是甲戌年啊。它是在甲戌年这一年出现的这种他中毒的这个现象。哎，一开始呢还是这个大家都不清楚什么病因啊，只是说浑身的疼、掉头发等等，哎，各种病因就都来了。但是之后来判断出来是他中毒。后来呢，我从网上找到了一些资料啊，包括一些疑似是他们宿舍里边的一些这种对话被录下来。他对话体现出什么呢？体现出从入学的第2年，也就是说第2年就是什么？就是癸酉年，1993年癸酉年。这个因为他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啊，比如说演出活动啊、排练啊，回宿舍比较晚，打扰了整个宿舍的休息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是第2年呢，她交了男朋友，所以导致呢，可能引发同宿舍人的一些嫉妒啊。第3个方面呢，可能是她的一些才艺才华太明显了，哎，导致了她的这个各种的同学之间的一些不满等等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未是比劫库，这个比劫库它就代表很多人啊，很多人跟甲木都是同性的，在干什么？穿这个子水，在排斥它。这穿就代表排斥啊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有它的容易受到众人排斥的一个信息啊。那在这里边还有一个信息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论六亲，所以在论他的人际关系。辛金对于甲木来说是叫正官星，正官星啊，正官星对于一个女命代表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它代表一个夫星，或者叫男人星啊，夫星。这个夫星它坐在未土上边，其实是什么？未要淬这个辛金的，换句话说，它不生辛金啊，它是让这个男人不舒服的。我们知道1993年啊是癸酉年，癸酉年呢其实是让这个辛金啊见根了，让辛金见根，这也体现出什么呢？体现出她要去交男朋友去了啊。
酉金呢能生癸水，癸水能生甲木啊，这个男朋友对她还挺好。那1993年这个酉金其实就是代表这个辛金啊，但是我们知道她后来交往的男朋友啊，警方也去找她去取证，但是这个男朋友呢姓黄啊，是只字未提，也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，而且据其他的一些网友报道或者小道消息吧，这个男朋友呢后来应该是去过孙家之后，他对于朱莉的态度就是180度大转。一开始呢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，之后呢从网友描述上来说他就倒戈了，倒戈到孙维边了啊。当然这都是猜测。这时候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这个1993年癸酉也好还是原局的辛金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，就是丑里边。丑是什么呢？丑是金库啊，会有很多的金存在丑里边，而且这个未是他的比劫库，又开了这个丑。我们说未是很多人，对吧？很多人多人来开了这个丑比劫库啊，开了这丑比劫库，最后谁得到了呢？最后日主在实干上得到了，形成他的一个名气。这就体现出什么呢？体现出有很多人一起都来追求这个名气。我这时候丑就可以变成正官星名气的库啊，很多人都追求这名气库，最后被日主给得到了。得到了之后，那你说这很多人跟日主什么关系啊？穿的关系啊，那就排斥他呗。所以在这里边就存在一个象是什么呢？就是1993年癸酉年，让辛金这个正官星男人见根了，导致他得到了很多的名气啊，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，同时呢也得到了很多的男生的推崇啊，男生的这种青睐。他得到的越多，他就形成很多人对他就越穿。越穿就是什么？就影响他呗，影响他的一些名气啊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所在那个阶段1993年所面临的一个环境场，或者说人际关系的一个环境场。那1994年是什么年？1994年是甲戌年啊。有人说了，这个甲木坐在戌上不是挺好的嘛？啊，让他原局又暖局了，没有问题，是暖局了。但是呢，甲坐在戌上，我们可以看成什么呢？可以看成日主甲木啊，在94年的时候坐在戌上，坐在一个食伤库上，未还行了这个戌，把戌行旺了之后，他的食伤库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才华才艺。那才华才艺变强大了，才华才艺变强大了之后啊，这个戌也有行这个丑的这个意思，来治了这个官杀库，治了官杀库，他就能得到官杀。所以1994年他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名气将会更大。但同时甲戌我们再看成单独的一个干支，这戌作为燥土，它就有克子水啊，影响到他的什么？影响到他的一些名气啊，子水的印星嘛，代表他的一些这种荣誉，是不是？同时我们知道了这个戌是谁开的？戌是未这个比劫库开的，又是众人把戌火库给提升了。戌火库提升了，最后导致的是什么？导致还是日主甲木来得到这个名誉，反而呢，这个未作为比劫库来说，得不到太多的一些名誉。那未和戌相刑，把土行旺了，土就要克这个印星，这就变成什么？财来制印啊，财来制印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这种财越多，感情越多，他的名誉越高啊，他的这个自己自身的受损程度其实是越大的。也是在这个1994年年底，他出现了这种身体的症状开始体现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未戌刑啊，还有一个组合啊，这个组合是什么呢？这个组合它体现出把戌中的辛金给行坏了，戌中的辛金给行坏了啊，因为戌火库变强大了，戌中的辛金被行坏了。辛金代表什么？辛金就不代表正官星嘛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一年当中，1994年当中，会有一个正官星的男朋友啊，跟他产生了倒戈投降，或者说反水的这个意思，就跟他关系不好了，来克他这个子水，来诋毁他了啊，就有这样的一个信息。同时呢，众人又都排斥他，
这就让他体现出非常的孤立无援的状态。如果再去给他去提供一些这种，尤其把川这个象我们再去衍生的更深刻一些的话，未是财星，子水是印星，代表头脑，那就是财啊、情感，包括众人一起把他这子水给治坏了啊。子水本身也是川未的嘛，把未中的丁火也给治坏了啊，它就是相互有关联的。包括呢，1994年的大运，它是在乙丑运，这个乙丑运，尤其94年它已经进入到丑运了，丑本身就是冲位的，那遇到了这个把位给冲开之后啊，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就他身边面临着很多人来说，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些压力与挑战。但是呢，最后成绩谁得的？成绩是日主来得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他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场当中啊，他所处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也是我们给他定位辛未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。你要换其他的时辰，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象啊。所以这是他六亲的关系的一个体现。那在这里边，我们通过这个六亲的判断，我们会得出几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呢，母亲啊是高学历啊，这癸亥对吧？所以辛金啊生这个癸水。父亲其实上父亲是己土，上面有个丁火来生这个己土，这丁火就变成父亲的一个印星啊。同时呢，这个未他冲了这个丑，这也体现出什么呢？父亲的出现影响了母亲跟其他人的一个关系啊，这是我们的推测啊。那有人会说了，这父亲跟这父亲是世仇啊，那是不是这一点存在一些可能性呢？我们只能去假设啊，但至少这个象它有这个意思在。姐姐就是亥中的甲木，然后身边的同学呢又可以看成未中的这些乙木，这么多的库里边的乙木，众多的乙木在干什么呢？在穿这个子水。那如果把未中的这些乙木，我们叫劫财啊，是甲木的劫财，看成什么呢？乙木生丁火，丁火生己土，己土呢来去克子水，这个象我们把它串联起来的话，就是相当于什么呢？乙木这些劫财，它生了很多的财，进一步呢，把这个子水，把日主的甲子给治坏了，这是什么象？这不就有点这个他身边的一些人去花钱做了一些交易啊，生出财来嘛，啊，花钱嘛，去干什么？把他的脑神经给搞坏了，不就有这样的象吗？同时，这个日主这甲子也在穿未土，尤其穿未中的丁火。那站在劫财角度来说，丁火是他的食神啊。换句话说，子水穿未土治了，就相当于子中的癸水治了丁火。那站在乙木角度来说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叫消印夺食，这就让身边的一些人不开心了。身边人不开心了，他就只能干什么？花钱去搞一些关系，进一步呢把日主的子水给制住。它就是这样一个纠缠的一个状态。同时，这个未它也在影响着什么呢？影响着她跟男朋友的关系，因为子和丑是合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辛金是正官星啊，他也得到了名气，也得到了这个很多的男生的这种青睐。但是未的出现，把丑就给冲走了。子丑是合呀，啊，也是体现出他是合的关系，把丑给冲走了，他得不到这些男生了啊。男生最后坐在位上跟他也相穿，体现出什么？他的男朋友最终跟他反水啊，不是跟他一条心走下去的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他的六亲状况。不知道大家好不好理解啊？其实六亲它有很多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时辰一变，它要提前一个时辰是庚午时，它的六亲是完全定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是对他整个六亲啊人物环境的一些推演啊，希望大家呢从这个视频当中能够学以致用，学有所成啊。然后其他的内容呢，我将陆续发布啊，请大家持续关注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。